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被绑在手术台上，一大串不属于我的记忆窜进脑海。原来此刻正是男主要挟我给他一颗肾的时候。太好了，我要开始暴击了。眼看着麻醉师就要给我打麻药了，我连忙大喊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捐了。穿越进了一本狗血逼虐文后，我开启了暴打渣男、小三和恶婆婆的爽文剧本。林薇，你不知道思思身体不好吗？你这3天2头让她进派出所，你是想让她死吗？你怎么那么恶毒？怕没等他说完，就给了他一耳光。盛明则懵了。你打我？那一耳光，我用了力手都火辣辣的，他的脸肯定更痛。我甩了甩手，无所谓的说：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我早就想打了，那女人一看就是个绿茶，你还选择杏眼，瞎当看不见。一天到晚，哥哥，你是没妈吗？田思思脸都气绿了，想骂我，但碍于盛明则在，又只能忍着，看着都爽。那凄厉的一嗓子，给手术室的医生护士吓得一个激灵。在我的强烈反抗下，本就绑得松松垮垮的束缚带被我扯掉了。一获得自由，我就拿医生的手机报警。喂，警察叔叔，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挖我的肾。就在第2人民医院。挂了电话，我的怒气直冲天灵盖。回想起跟男主，也就是这个身体的丈夫盛明泽，3年隐婚夫妻，有名无实，独守空房。虽然他长得很帅，有钱有颜，8块腹肌，身材好，但那也不能做舔狗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给男主我都不乐意，更别提那是给装病想让原主死的绿茶婊了。没错，我穿越了，穿越进了一本狗血逼虐文里的女主角。看文的时候，女主时我哭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，恨不得冲进去暴打渣男、小三、恶婆婆。女主会死，这3个人功不可没。结果女主死了以后，盛明则知道了给他肾的不是绿茶婊，是原主时那幡然醒悟，惩罚了绿茶婊，又惩罚自己，最后选择自杀。全剧中熟知故事的我知道绿茶婊也就是田思思，压根没得什么肾衰竭。女主被男主强拖到医院捐肾，那肾还被田思思扔进了垃圾桶。怎么了？手术结束了？盛明泽看着几分钟前才进去的医生，不解地问道。不是，是夫人突然不捐了。他说不捐就不捐。盛明泽大怒，俊挺的眉峰皱了起来。我怒火中烧的打开门，就听见我的盛明泽那狗东西说的话。我的肾说不捐就不捐有问题吗？他又不是现在要死了，不能等。再说他就是要死了，干我屁事？那么舍不得他死，你咋不捐呢？盛明泽愣住了，他还从来没见过他怎么泼辣又恶毒的样子。说要捐的是你。你不拿离婚威胁我，我能捐吗？对女主不想离婚，就只能同意捐肾。幸好我来了，不然一个肾都没了，还咋活？一个肾好几10万呢。那绿茶婊1分钱不给，想白嫖。陈哥哥，我没事的，姐姐不捐就不捐吧，我能等肾源的。他的红颜知己来了，虚弱的靠着墙，跟个林妹妹4走2步都要喘。你们别因为我吵架。看见这绿茶婊我就来气，原著里把女主欺负成啥样了？你听见了？当事人都说等的，就你等不得，你比当事人都懂。盛明泽黑着脸。够了林薇，你有完没完？思思是为了救我才会变成这样的。你有2个肾，给他1个又何妨？我大呼无语，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？还有就是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他身体好得很，就是要死了也跟你没关系。我冷酷无情地看着他们2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有2个是我的，他没有是他的问题，我凭什么给他？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我，可能是没想到我那么铁石心肠吧。女主善良啊，但我又不是女主，我不善良，
我恶毒。这是我欠他的。盛明泽垂眸露出纠结为难的样子。以前只要他露出这样的表情，原主都会心软，谁让他爱他呢？可我又不爱他，这招对我没用。你欠他的，凭什么要我还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欠的找谁，不能因为我是你妻子，就算我头上吧。他被我问愣住了，好一会儿回不了神，直到护士带着警察，他才错愕地看着我。你报警了？我红唇轻启，不然呢？你不知道你违法了吗？你个傻叉！就算她是你的妻子，你也无权要她捐肾。如果今天被你胁迫捐了，你这行为是违法的。年轻的警察训斥着那两人，我在一旁看好戏，等着录完笔录就回去了。那两个人就惨了，需要盛明泽的律师来。我决定要跟盛明泽的离婚，为了小命，该离还得离。回去在客厅的桌子上找到了盛明泽签好的离婚协议书。就在昨天的结婚3周年纪念日里，盛明泽二话不说将原主拉到了医院，要他做检查捐肾。一开始原主是不同意的，但男主拿离婚威胁他，这次他被伤透了心，选择捐。他知道捐了他就不可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可他已经心如死灰，或者死亡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。有的时候太过于执着，真的会万劫不复啊！而且你就一个肾了呀，再捐就死了。可都这样了，他都没想离婚，想着死了都是盛家的鬼，这就离谱了。人都死了，还要什么盛太太的名头啊？拿着钱包，小奶狗不香吗？你说你图什么呀？我那个恨铁不成钢。我以第三者的身份见证了他困在以爱为笼的沼泽里不可自拔，看着他所付出毫无回应，如石沉大海。何必执着呢？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3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？拿着签好字的协议书去客厅等着，桌子上还摆着昨晚上的饭菜，旁边还有一个礼物盒，上面还有一个卡片。亲爱的老公，3周年纪念日快乐，给你一份礼物，希望你喜欢，草着卑微的爱情。打开礼物一看，是一根验孕棒，2条杠的，草着离谱的世界。感情女主昨天知道自己怀孕了，满心欢喜的等盛明泽回来，结果那人看都没看就拉人去捐肾，这是要一尸两命啊！男主不是人。我回忆了一下男主拉原主去医院说的话。林薇，思思生病了，真的很需要你的肾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给，只是思思变成这样是我的错，我需要负责。你不同意就离婚吧，我不能让别人说闲话。看到这儿，我恨不得吐他一脸，要对绿茶婊负责。你娶了老婆，就可以不对她负责了是吧？什么离谱发言啊！想到这儿，我把所有菜放锅里热了一遍，自己吃了。本来想倒掉的，但是那是原主的一份心意，倒了太浪费，还是吃了吧。该说不说，原主的手艺是真不错，可以媲美5星级大厨了。吃到一半，就有人推门而入。你还有心情吃饭？知不知道因为你报警，思思进了医院？他进医院是他身体不好，我报警是因为你们要害我。我擦擦嘴，放下筷子。而且你就没有想过，万一我下不来手术台吗？他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。盛明泽，你身体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？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见了桌上的验孕棒，不可置信地说：你怀孕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做了错事，你也吃了药，怎么可能怀孕？给你做检查的医生也没有说你怀孕了。他当然不会说了，做检查的医生早被田思思收买了，怎么可能告诉你？
你是不是故意没有吃药？你想太多了，不知道避孕套也不能100%避孕的吗？我懒得跟他扯，拿起协议书给他，字我签了，明天就去把手续办了吧。盛明泽皱着眉，你又在玩什么手段？当初为了逼他跟他结婚，拿他家里人威胁他，为了让他回来又3番4次的自杀，这次他又在搞什么？东西在这儿了，财产平分，该我的都给我划到名下。哦对了，你给田思思花的钱买的房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的那一半记得让他还回来，不然我不介意走法律程序。盛明泽的动作很快，还没去民政局呢，财产分割就先下来了。看着银行卡里那数不清的零，我心花怒放。第一件事就是去点男人，但很可惜，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就有人找上门了。是病入膏肓的田思思来了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她一改往常虚弱的样子，趾高气扬地盯着我，不屑道：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会有你家的密码？不是。她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这跟她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但这不影响她后面的自信发言。当然是盛哥哥告诉我的，要不是你当初逼他，他也不会跟你结婚。你现在也看见了，盛哥哥在乎的是我，我对他有救命之恩，被抛弃的那个只能是你。我说要盛他二话不说就要你给我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还死乞白赖的扒着他干什么？我淡定的端起牛奶喝了一口，怎么来宣示你小三的主权吗？那么喜欢我用过的东西，你是专收二手的吗？他没料到我会反击，当初被他指着鼻子骂都没敢吭一声的我，居然敢顶撞他。再说，当初不是你抛下他的吗？怎么就变成了我是个恶人，横刀夺爱了呢？当初给他资金渡过难关的是我，不眠不休去医院照顾他，妈的是我，让他弟弟免语成为辍学儿童的是我，这么多年陪着他的也是我林薇，凭什么你说回来就回来？你什么都没付出，凭什么要这个果？凭你脸大吗？他像是被戳破了遮羞布，恼羞成怒地喊道：我那个时候能怎么办？为了不拖累他，我只能离开，是你乘人之危不要脸。说得真好听，不就是看他没钱了，破产了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吗？何必说的那么好听呢？他后面有钱了，发达了，怎么不去看你，把你接回来？他要真爱你，怎么会不给你名分，让你当小三呢？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啊？这一连串的输出打得他措手不及。当初他事业受创哪里还？你也知道，他那时候是个穷光蛋，还负债累累，我没嫌弃他，给他钱渡过难关，我是他的恩人，他凭什么恩将仇报，恨我啊？分明就是个白眼狼。不过你跟他挺配的，一个绿茶婊，一个白眼狼，天生一对啊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响起了警笛声。田思思一脸崩溃，你又报警？怎么又是你们？说说吧，这次又因为什么报警？他私闯民宅，田思思又变成了林妹妹样。警官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去解释的，没想到姐姐会这么生气，而且我们是认识的，盛哥哥也带我去过，我怎么能叫私闯民宅呢？他没经过主人，也就是我的同意，擅自闯入，就是私闯民宅。我怎么没经过主人同意了？田思思哭得梨花带雨。陈哥哥同意了的。我慢悠悠地扔下一记重担，我跟盛明泽离婚了，这房子也划到了我的名下，请问你经过了他的同意算数吗？年轻的警察在旁边接了一句，不算数。田思思梨花带雨的脸一下收住了眼里迸发出激动的喜悦，冷冷道：离了。我慢条斯理道，我若是以入室抢劫罪起诉，你也是可以的，我记得最少也要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吧。他尖叫：你想让我坐牢？你疯了吧？那不是你自找的吗？
林薇，一声暴喝从身后传来，盛明泽带着律师匆匆赶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太确实跟他认识，就一些纠纷。他当着我的面公认维护那田思思，公然打我的脸，是前妻。我纠正他。他的精英律师很快将田思思保释了出来，我们一起离开派出所。盛哥哥，你真的跟姐姐离婚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病才会这样。我去找姐姐是想解释我跟你已经过去了，可没想到会……后面没说下去，因为是我又一次报警，把他抓派出所了。他低着头说得可怜兮兮的，却在盛明泽看不见的地方对我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。一提到病盛，明泽又下意识袒护他，怒斥我。林薇，你不知道思思身体不好吗？你这3天2头让她进派出所，你是想让她死吗？你怎么那么恶毒？怕没等他说完，就给了他一耳光。盛明泽懵了。你打我？那一耳光，我用了力手都火辣辣的，他的脸肯定更痛。我甩了甩手，无所谓的说，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我早就想打了，那女人一看就是个绿茶，你还选择性眼，瞎当看不见。一天到晚，哥哥哥哥，你是没妈吗？田思思脸都气绿了，想骂我，但碍于盛明泽在，又只能忍着，看着都爽。眼看着她田妹妹又虚弱无力，两眼带泪，渲然欲泣，好一朵清纯白莲花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该来找你的，给你解释的。可是你真的误会盛哥明泽了，我们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就是太正直善良了，才会让你给我捐肾，请你们不要吵架。说着还鞠了一躬。盛明泽个大傻逼，裸着他，怒视我，像是我对他做了什么一样，那眼神凶的哦。够了，思思，你没错，给他道什么歉？我啧啧2声，又一巴掌甩盛明泽脸上。你滚一边去，不但他要跟我道歉，你也要跟我道歉。我还要给你道歉？那可不，你有妇之夫，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，知道的是哥哥妹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旧情复燃了。我告诉你，盛明泽，你当初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，是我让你飞黄腾达，让你妈活到现在，让你弟弟上最好的高中。我可是你们一家的贵人，可你们能当我是罪人。如果不是我，你还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？真是白眼狼。原文设定，男主就是个身世凄惨、一穷二白的穷光蛋，是原主嫁给了他，拿钱给他开公司赚钱，也是原主救了男主的妈。这一家子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把原主折磨至此，养条狗都比他们有良心。盛明泽被我堵得哑口无言，当然我也没奢望他良心发现。你当然有错了，错就错在你勾引有妇之夫，不知廉耻。这次骂爽了，心里也舒坦了。渣男贱女，锁死好吧。我看见田思思一瞬间变得难看的脸，眼神里还透着阴狠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嫌弃明泽以前是穷光蛋吗？你是想提醒他是靠你发家的吗？看见盛明泽眼里一闪而过的难堪，田思思得意的笑了。我当然看见了，对他翻了个白眼，低级的挑拨离间。行了，思思，我们走，不跟他这个泼妇一般见识。他扶着田思思时，在他看不见的角度给我递了个得意的眼神。临到我身边时，他想撞倒我，我眼疾手快，一脚勾出去，把他绊了个狗吃屎。田思思一看手上的血，吓得尖叫。血？我流血了，盛哥哥他打我。我离你8丈远，你可别碰瓷啊。盛明泽将他公主抱，离开时特别霸总的说了一句，晚上回来再找你算账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他不会觉得
我会听他的话吧。我回到家，收拾东西，搬离了这里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跟盛明泽住一个屋里。刚刚踏出门，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痛得我捂住胸口，缓了好一会儿。那是属于原主的感情，你还爱他是吗？没有人回答我，唯有胸口的刺痛在提醒我，他是爱他的。我始终无法理解，爱一个人为什么要用全部的爱呢？爱人之前不应该是先爱自己吗？或许我体会不了他的感情，就像他不能体会我最爱自己一样。原主名下房产很多，随便住一个都比这里好。刚把行李箱放车上，手机就响了，是田思思发的照片。照片里两人靠得极近，男的低头给她削水果，女的满眼爱意，好一对狗男女。照片发了后还附赠一句话，你们结婚了又怎样？我一个不舒服就能把他叫过来。我无语，翻出以前他发给原主的挑衅短信，打包发给盛明泽，让他好好看看这是一朵什么极品小白莲。原主就是不喜欢告状，也不说自己的委屈，任由别人欺负，那怎么行？不知道告状有糖吃吗？默默付出，他又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。只有鼓起勇气说再见，才能迎来新的自己啊。从那天过后，我再没见过盛明泽。不过田思思的朋友圈倒是风雨无阻的，每天更新动态，无非都是些他跟盛明泽的照片。我怀疑这些不会是仅对我可见吧？没有他俩的日子，我过得别提多自在了。开着电视机追剧，没事就去美人院护肤，上街买。这米虫一样的生活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可惜这种日子还没持续多久，麻烦事儿就找上门了。几天后，我接到了盛明泽的电话。你去哪儿了？闹了几天也闹够了吧？闹？感情我这是在闹。没事吧他？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挂了。电话那头人明显噎了一下，呼吸都重了几分，明显压着怒气呢。妈生病了，你去医院照顾一下她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用命令的语气。怎么盛世集团是要倒闭了吗？连个护工都请不起。盛明泽愣了一下。那是我妈，你现在怎么？你也说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。你个大孝子，自己怎么不去？工作能比你妈重要？我不理解，且大为震惊。他妈最看不上原主了，每次去都要明里暗里讽刺一番，原主对他可谓是当亲妈一样，结果他还对田思思这个抛弃他儿子的女人念念不忘，天天蹉跎着盛明泽跟原主离婚，就这还想让我去照顾他，没放鞭炮庆祝都算好的了。林薇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不去是想要所有人都说盛家的儿媳妇不孝吗？所以你是在提醒我找个时间去民政局吗？我随时都有时间。居然敢道德绑架我，懒得听他说，啪一声电话挂了。结果第二天出门碰见了盛明泽读高3的弟弟盛凯，我暗道一句真是冤家路窄，本想当没看见，奈何那人不懂看局势，非要凑过来，没大没小的喊，林薇，我妈生病了，你不知道去医院看看吗？不得已回头看着长得跟盛明泽很像，还比我高一个头的盛凯，你妈又不喜欢我，我去干什么？再说不是还有田思思吗？让她去，她去了你妈才能好得快。思思姐身体不好，你让她去，你想害死她吗？真没想到我哥居然娶了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，你根本配不上我哥。年纪小就是不长脑子，看看他这位小三在原配面前打抱不平的样子，我看着就想笑。我这么恶毒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还带着我送你的东西，你要真不要我，还敬你是条汉子。他手上戴着的是他最喜欢的一款手表，100多万，但一直没舍得买。在他18岁生日时，原主买来送他，他装得很不喜欢，还把原主羞辱了一顿，顺带夸赞田思思送的几万块的衣服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一边嫌弃人家，一边又收人家的东西，顺带贬低一下人家，是不是脑子有病？
盛凯到底是年轻气盛，恼怒地摘下手表扔地上，这破东西还你我不稀罕，他不稀罕有人稀罕，我转手送给了别人，别人对我感激涕零的很。经过此事，我跟盛家的关系算是彻底降到了冰点。同时我还知道了在盛明泽妈是因为小感冒住院了，但田思思去照顾她，把自己给垒进了医院。盛家一阵鸡飞狗跳，我压根不信她真的要死了，但偏偏冤家路窄，我去医院做孕检，碰见了在楼下散步穿着病号服的田思思，旁边站着盛明泽还有他妈，真是晦气。快2个月没见，也不知道田思思是怎么做到脸色苍白，日渐消瘦的就跟真病了一样。我本想当没看见，奈何田思思叫了我一声，姐姐你怎么来医院啦？是来找明泽的吗？对不起啊，因为我最近不舒服，他一直留在这儿。但你别误会，我跟他真的没关系的，是阿姨让他留在这儿的。你跟他道什么歉？你是明泽的救命恩人，身边又没人照顾，让他来照顾你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们重情重义。老太太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讽刺道，不像有些人没心肝，我都住院了也没见人来过。明泽你快跟姐姐回去吧，你看姐姐都来找你了，你们也别闹了。盛明泽可能也觉得我是来示弱来了，不咸不淡的看我一眼，别了，我不是来找他的，你喜欢你就自己留着吧。田思思看见了我手里的单子，脸色一下就变了，变得很难看，也很狰狞。她知道我怀孕了，但我没管做完检查就回去，结果还没离开医院，就被匆匆赶来的盛明泽拽了回去，一路拖着我来了手术室。思思突然发病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她，只要你救她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呆愣的看着他，心口不觉发疼，原主的感情又出来了。我不救。站在手术室门口一脸焦急的圣母听见我这话一下炸了，冲过来指着我骂，你还是人吗你？思思对我们家有大恩，你不救就是大逆不道。他对你们有恩，对我又没有，你们不会觉得我有那么大度去就勾引了我丈夫的小三吧？他早不发病晚不发病，一看见我的孕检单就发病了，我看发病是假想害死肚子里的孩子才是真的。他妈愤怒地说，什么小三？如果当初不是你耍手段逼我儿子娶你，现在进我家门的就是思思，你才是小三。手术室门外人很多，他嗓门又大，吸引了不少人看过来。我垂眸看着他，逼他？那你怎么不说我是怎么逼他的呢？在他穷困潦倒拿钱逼他开公司，在你住在 ICU 里没钱治病要被医院赶出去拿钱逼你治病，还是在你小儿子读不起书要辍学时拿钱逼他读书？怎么田思思是恩人，我就是罪人？不是这么算的吧？当初原主林薇是个有钱的大小姐，偏偏眼瞎看上了穷小子盛泽明，但他当时追她时，他跟田思思已经分手了，所以他并不是第三者。偏生这个时候他家里遭重创，他妈确诊尿毒症，没钱交医药费，要被医院赶出去，是原主给的钱。他弟弟要辍学，也是原主花钱让他继续读，也从没逼过他什么，是盛明泽自己要娶人家的，婚后不幸福，便把一起都怪在他身上，这公平吗？他不爱他，却娶她，他妈故意刁难他，他弟一心想着田思思，这一家人把田思思当成再生父母，要不要这么贱啊？不就是要钱吗？我给你，你先救思思。不，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你们有今天是因为我，要算钱，好，把一切都还给我，你们重新过穷困潦倒的日子。田思思我不救，那是你儿子的事情，让你儿子救，反正他对你们有大恩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值。他瞪圆眼睛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人不救，你们重新回到过去穷困潦倒的生活，听不懂？儿子，你还管不管他了？简直无法无天，狮子大开口。思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不过几句话，就让这个过了几年富贵生活的农村妇女，像个泼妇一样，在医院大吵大闹，声音很大。我看见有人在开手机直播，
直播就直播吧，反正我占理。林薇只有你能救她，我跟她已经是过去了。我答应你，这次过后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抚开他的手，给他捐了，孩子就得死。你真的要我捐？这次他犹豫了，直到医生出来说情况紧急，要立刻进行移植手术，他才下定决心开口说，孩子我们还会有。这是宣判了孩子的死刑，还有他的选择。哼，果然在我预料之中，可真没让我失望。他妈在一旁也说，孩子你们还会有，可思思没了就真的没了呀。我站在他们对立面，冷眼看着。盛明泽不敢跟我对视，但态度告诉我，他同意他妈说的话。你真冷血，你这样的人就该断子绝孙，你敢咒我儿子，我打死你！有人拦着他，我趁机挣开他的手退出去。我的身后走出来3、4个人高马大的黑衣保镖，挡在我面前，形成一个保护圈。他死不了，我一走，医生马上就会出来说抢救成功。还有找个时间去把离婚证办了吧。记住了，是我林薇不要的你。一吐为快，心情舒畅的我转身离开。我走后没多久，医生就出来说抢救成功。对于后续发生了什么，我不感兴趣。回来后收拾东西，跑云南去看洱海，去瑞士看雪，去看了极光。等回来时已经是2个月后了。一打开门，屋里一股酒气，地上还坐着一个人，周围滚落着好几个酒瓶。我把灯打开，露出盛明泽那张胡子拉碴的脸。一开始盛明泽还没反应过来，眯着眼睛直到看清是我，才从地上爬起来，跌跌撞撞朝我走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喃喃自语，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随后又委屈巴巴地说，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，我只能一家一家的找，我打你电话打不通。正常，我把你拉黑了。为什么？盛明泽，你以前动不动拉黑，你可没跟我说为什么。以前他从不跟原主有任何的交流，原主就只能打电话，但次数多了，他烦了，就会把他拉进黑名单。很多次都是这样的，只有他在有需要的时候，才会把他重新拉出来。我不过是在用他的方式对待他，怎么这就受不了了？对不起。当他从医院察觉到端倪的时候，去调查时得到的结果让他崩溃，他不敢相信，又不能不信。听着他的道歉，我内心平静的毫无波澜，就像是在听今天吃什么一样平常。我冷静的推开他，盛明泽，该听你道歉的人不是我，那个你真正对不起的，被你伤透了的人已经死了。你的道歉来得太晚。是的，我应该给曾经的你道歉。我知道我以前错得太离谱，我会补偿你，会用一辈子去赎罪的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还是以为我说的是曾经的自己，可只有我知道不是的。盛明泽，他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你有给他一次机会吗？盛明泽崩溃地说，既然给过我那么多次，那再给我一次可不可以？我坚定地摇头，不可以。给你机会，那谁给林薇机会呢？他不停地问为什么，直到后面他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，自从你从手术室出来后，我就觉得你变了，好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林薇。那个林薇会包容我，所以坏毛病会给我一次又一次机会，他不会拒绝我，舍不得我难受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所以你知道他不会拒绝你，不会伤害你，所以你就可以无底线地伤害他，践踏他是吗？你怎么有脸说他舍不得伤害你的？许是我的话让他破防了，哭着求我原谅，我依旧摇头。他喝多了酒，赖在我这里不走，
又胡言乱语的。我给他的助理打了一通电话，让他把人带走，没把他扔出去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我美美的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才让人去查了我离开医院时发生了什么。一查才知道，没长脑子的盛明泽突然开窍了，找人查了当年的事情，才发现田思思是冒名顶替，救他的是原主。同时还知道了医院给他检查的医生被收买了，才配合他演戏，为的就是弄死原主。现在惨了，田思思被赶出了盛家，被他收买的医生也被医院开除，还吊销了执照，职业生涯就这么毁了。别怪我幸灾乐祸，纯属他们咎由自取。欺骗盛明泽的后果是很严重的。田思思被他逼得像个过街老鼠，找工作没人要他，加上盛明泽暗箱操作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，压根没人敢用。而要想在这个大城市活下去，没有工作是不行的。我站在镜子前，抚摸着后腰那里的皮肤，与旁边的皮肤不一样。本来那里应该有一条狰狞的伤疤，但现在没了，平整光滑。那是原主去国外做了植皮手术，他是不想用救命之恩要挟盛明泽什么，可没想到最后便宜了田思思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朝下看去，那里站着个人，盛明泽等在下面。我不知道他是在坚持什么，还是觉得这样能让我心软呢？看见他，我就想起以前卑微如尘埃的林薇，他是那么的爱他啊，爱到没有自我，没有人格，小心翼翼又不知所措。他始终都在找自身的原因，以为自己做的还不够好，可他没想过是那个人不爱他啊。现在身份对调，我成了曾经的他，看见他的所作所为，只觉得烦躁。爱情应该是美好的，而不是充满痛苦。我特意穿了一条林薇最喜欢的白裙子，下楼看见我，他眼睛亮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去民政局，离婚证已经拖了很久了，今天就去办了吧。盛明泽眼里的光一下熄灭了，嘴唇翕动，好一会才拉开副驾驶的门，低声询问：能不离吗？我拒绝，不能。相比拖泥带水，我更喜欢快刀斩乱麻。我的坚持让他无法拒绝，或者说现在的他已经无法拒绝我了。离婚证下来的很快，工作人员要求我们离婚冷静期，被我拒绝了，压根不需要。走出大门，我浑身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好像所有的枷锁都消失了。离开时，盛明泽哭了，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，眼里有绝望、悲哀，还有爱。这么多年的相处，他对林薇是有爱的，可这爱来得太迟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芥，迟来的悔悟也一样。林薇，他喊住了我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夫妻一场，以后我能去看看孩子吗？我摸了摸显怀的肚子，看了眼远处急匆匆跑过来的圣母，悠悠道：你妈不是不认这个孩子吗？你确定你能来？儿子，你们不能离婚，离婚了他会把你所有的钱都拿走的。听妈的，等孩子生下来再离，我们程家的孩子不能给他养。盛明泽拦着他妈，不让他靠近我。妈，你别闹了，财产都是我自愿给他的。我不同意，儿子他拿孩子威胁你，就是为了你的钱，你不能如他愿啊。我躲在盛明泽身后，笑着给他科普法律知识。孩子2岁之前都是跟着母亲生活的，就算生下来，孩子也判给母亲的。就算我这么说，他妈还是不依不饶，气得盛明泽脱口说：妈，能不能别闹了？本就是我们对不起他。周围突然一片寂静，
他妈怒目圆睁，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说这种话。我们哪里对不起他？给他吃给他住，还要怎么对得起他？你是被他迷了心窍了。一直站在一旁的盛凯破天荒的替我说了句，妈，救哥的是嫂子，让我们一家过好日子的是嫂子，救了你的命的也是嫂子。这么多年我们为了田思思确实对她不好。他从来没叫过林薇嫂子，这一次是他第一次叫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怎么林薇一消失，所有人都开始向着他了，眼看小儿子也不向着他，他瞬间气炸了，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我，甚至想冲上来打我，全然不顾我还怀着孕，在人来人往的民政局前大吵大闹，落人口舌，惹人看笑话。那词汇量听得他两个儿子呆愣原地。我站在一旁看好戏，直到余光看见一辆失控的车朝我这边急速而来，是已经毁容了的田思思，她狰狞的表情，还有充满仇恨的眼睛，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有人将我往外推了一把，只一瞬间，我听见了重物重重落地的声音，周围人的尖叫，喊打急救电话的声音。我回头看见了倒在血泊里的盛明泽，他嘴巴张张合合，不会唇语我看不懂。田思思被人按在地上，还在愤怒的尖叫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你为什么要活着？你该死，你该死！盛明泽满眼失望的闭上眼，我沉默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经过抢救，命是保住了，人成植物人了，出现了小说里经典不变的那句话，多跟他说说话，或许能醒。于是他们将注意打到了我的身上，他妈他弟轮番给我打电话，甚至还跑我家求我去看看盛明泽。我从窗户那看了一眼，圣母满天白发，面容苍老了许多，已经不见了当初的盛气凌人，像一个普通的母亲一样，在外面苦苦哀求我去见见他儿子。我没去，一直到我生了孩子，我才去看了一眼。那天天气不太好，就像我第一天来到这里时一样，乌云密布。我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始终沉睡不醒的盛明泽。如果是我不会来，可这孩子始终是林薇在最爱他的时候怀上的，怎么也得去看看。我坐了很久，直到估摸着孩子该吃奶了，才起身准备离开。临走时，我凑到他耳边轻声说，其实你应该已经能感觉到我不是以前的林薇了。其实你的感觉是对的，那个爱你的林薇，在被你逼着去捐肾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所以你说让我原谅你，我才会拒绝，因为你真正该求的原谅的那个人不是我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眼角滑落一滴眼泪，随后心电突然抱紧起来。在护士进来时，心跳归于平静。他还是去找林薇了，故事的结局始终是命定的。